查酒驾，竟然查到了一个大人物。事后女朋友怕事情连累到他，迅速与我分手，投向县委书记儿子的怀抱。我也不出所料，被下放到乡镇去守水库了。就在我痛恨自己亲手将未来毁掉时，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当天晚上，我秉公执法的视频被热心群众传到网上，成为热搜。从那之后，我一路平步青云，短短几年时间就做到厅局级职位。然而天妒英才，在一次抵抗洪灾时，我为了救没来得及疏散的群众，被卷入茫茫大水之中。等再次睁开眼，我重生在8年前查酒驾的那晚，谁知我的女友居然同样重生了。聪明的她想替代我捷足先登，于是便主动向支队长申请查酒驾任务。可她不知道的是，我前世的一路青云和这次查酒驾根本无关，而今晚真正的好机会根本不在查酒驾，而在另一个女人身上。时任江南省副书记唐丰年的亲闺女唐雪妍，在这一晚上因为风雪太大了，车轮打滑落入江中，丢掉了年轻的生命。老天爷既然给了我这次重活的机会，我还去查什么酒驾？救人才是最重要的。救了唐老的亲闺女，还怕不能走上青云之路吗？就在支队长下达准备出发命令后，杨健，我们分手吧。为什么？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我当然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来，我重生的事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所以此刻演戏越逼真越好。二来，我很想看看苏晴这个女人能找出什么精彩的分手理由。的确是我太强，那就祝你以后找个不太行的。我答应的很决绝，主要是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前世唐老的闺女失足落水，大概在晚上8点半，现在已经是7点45分了，自己距离案发地点还有10多公里，时间并不充裕。说罢，我转身开车，头也不回的直接朝着市郊方向疾驰，丝毫不顾雨雪交加。而此时的护城河明月桥上，唐雪妍驾驶的汽车突然失控。就在这时，一辆桑塔纳猛然间冲过来跟她并排。姑娘，你车子是不是失控了？把车窗落下来。是啊，救救我！你控制好方向，我用我的车把你刮停，明白吗？好，我听你的。唐雪妍早就被吓得魂飞魄散，只能机械地听着我的指令。等唐雪妍控制好方向后，随着车子发出砰砰砰的剐蹭声，最终在桥墩和我车子的合力作用下给逼停了，而桥墩也已经摇摇欲坠，即将坍塌。我快速跑下车，把唐雪妍从车上抱了下来。唐雪妍哇的一下就哭了起来。我要给我爸打电话，我要打个电话。你慢慢操作，别着急，别怕。这时2辆黑车从后面围了过来，他们本来只是跟踪，只需要看着这位唐大小姐连人带车下海就可以了。没想到临时碰上见义勇为的，于是几个黑衣人拿着甩棍冲了过来，直接朝着我的脑袋砸过来。而我早有防备，轰的一脚把为首人直接被踹得倒飞出去，接着将剩余几人一拳一个打倒在地。黑车司机见情况不对，立刻开车过来带人就跑。见状我并没有去追，现在要做的只是让唐雪妍记住救了她的大英雄。爸，我在明月桥上遇见了劫匪，出了车祸，快来救我！唐雪妍又冷又怕，话没说完就晕了过去。妍妍，你说什么？妍妍，你怎么了？我本想拿起手机回答，可想了想还是没动，因为着急的程度不够，感恩之心就不强重。活一世的我太明白了，江湖除了人情世故，还有走不完的套路。随即我迅速抱起唐雪妍放在车上，快速朝着最近的医院驶去。等到了医院，挂上点滴，2个多小时后，唐雪妍缓缓醒了过来，我则是一直在旁边守护着，寸步不离。而整个临江在这短短的2个小时内天塌了，所有警力全部被调动。唐丰年亲自下令，就算掘地3尺，也要找到自己的女儿，自己的闺女出现任何问题，所有人全部受处分。这2个小时，不知道多少人脑门上的汗都没干过。所有的桥面、路过的车辆、小区、医院全翻了个底朝天。就在这时，我所在的房门被推开，站在门口的不仅有临江市委书记、政法委书记，还有省厅长、市局长、各级分局局长等等。最后冲进来的是双鬓灰白的唐丰年，还有看起来只有30来岁、模样气质优雅的女人柳凤仪。她见到病床上女儿那一刻，眼泪潸然滚落。看到这一幕，我知道这一波稳了。妍妍，你有没有事？有没有受伤？妈，我没什么大事，害你和我爸担心了。没事就好，妈就你这么一个女儿，你要是出事了，爸妈可怎么活啊？唐雪妍也是一阵后怕，自然对从天而降的大英雄就更为感激。妈，是他救了我，要不然我真的要吓死了。妈知道，我们全家都要好好谢谢他。一旁的省厅的齐厅长以及临江市的赵书记等所有人听到这话全都松了一口气。
今晚这种情况，如果唐丰年的女儿真出事了，这些人的帽子全都要摘个遍。唐丰年二人缓过劲来后，深深地对我鞠了一躬。我叫唐丰年，谢谢你，小伙子，你救了我全家的命。看你年纪也不大，关键时刻能够毫不犹豫地出手救人，这很好。你叫什么名字？叔叔阿姨，我叫杨健，我也就是举手之劳而已，你们不用这么夸我。只不过我是开单位的公车，当时情况紧急，为了逼停妍妍小姐的车辆，我选择了用车子剐蹭来卸力，所以我的车子有点损毁，可能回头需要你们配合，跟我回单位找我们领导说明一下情况。妥妥的套路我。简单的一个请求，既表明了自己也是公务员，也在体制内，又很小白地表现出自己并不知道对方的强大身份的事实，以此来坐实自己是纯粹的见义勇为，而非制造巧合。其他人听到我这话都扑哧一笑。你小子，你知道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吗？去你们单位谁吗？去你们单位怕不是？你们领导见到你这位唐叔叔，都要提前半天站在门口候着了。没问题的，杨健。那么你是什么单位的？临江市下辖的辉明县交警支队3大队的交警。杨健同志，你的问题我知道了，我会亲自到你们单位去一趟。好的好的，唐叔叔，那就麻烦你了。我并未表现出任何的惊讶，因为按照常理，一个没有级别的小交警不大可能知道这种人物的名字。这种大人物往往生性多疑，见惯了太多被设计的邂逅和偶遇，所以我必须及时抽身，才能避免被怀疑。细节决定成败。小同志，你给垫付了医药费，这卡你拿着。除了医药费之外，算是我们全家给你的感谢费。阿姨，我不能要的。收下吧，你阿姨和我是真心感谢你。时任江南省副书记，他显然不愿欠这么大的人情，这也是谨慎行事的一种。一个省委副书记怎么可能愿意欠人情债务？但活了2世的我自然知道怎么应对。唐叔叔，这个钱我如果收下，那我就亏大了。这话一出，顿时把所有人一惊，可他们却没想到，我接着转而一笑。你想啊，唐叔叔，本来我还可以吹一吹，我见义勇为了，我们领导也会奖励我。我现在收了您的钱以后，就不好意思吹着光荣事迹，我不就亏大了吗？嘿嘿，开个玩笑，我真的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而且我还是公务员。我相信，就算是普通老百姓，见到这种事，也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救人的。一番话下来，所有人都眼前一亮，极巧妙回绝，又给所有公务员群体脸上镀了一层金。领导脸上自然更加高兴。好吧，杨健同志，那就再次对你表示感谢，这是我的名片。回头等妍妍出院了，到家里来，我们全家请你吃顿饭，这总行吧？好的，唐叔叔，那我肯定准时到。就在这时，唐丰年的电话响了起来。什么？一位主抓招商的副市长畏罪逃跑了？挂断电话的唐丰年十分生气，他立即命令齐厅长前去抓捕逃跑的丁福珍副市长。听到这个名字，我很快想起来了。丁福珍，临江市的副市长，前世的腐败分子，因为主抓招商项目，趁机官商勾结，损公肥私。但是前世我记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是今天晚上跑掉，今晚跑掉的只是一个替身。想到这，我顿时犹豫起来，该不该提醒一下唐丰年？对于唐丰年来说，这个丁福珍非常重要，跑了一个丁福珍，剩下的一丘之貉就会平安落地，对手平安，他就撤走了。唐书记，不好意思，刚刚得到消息，丁福珍乘坐的美联航飞机已经起飞，没办法拦截了。那就在国际机场设法拦截。不行啊，唐书记，我们和美联航飞机没有引渡条约。唐叔叔，能不能借一步说话？唐丰年怔了一下，出于对女儿救命恩人的关系，尽管此刻正在气头上，但还是带着我来到了医院走廊。怎么了，小杨？唐叔叔，刚才你们说丁福珍副市长已经乘坐飞机逃跑了，我觉得这不可能，上面还没有下明确的抓捕命令，他就算是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也不可能突然铤而走险，更何况畏罪潜逃相当于主动暴露，一旦被抓，一点余地都没有了，正常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什么意思？你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可能是个幌子，人可能还在临江，假身份或者假信息都有可能，风头过后再潜逃，真身先藏匿，才符合一个聪明人的行事作风。前世我大概记得，丁福珍的真身藏在临江一家小宾馆里面，足足3个多月，而那家宾馆就在我们家附近没多远的小巷子。那按照你的想法，替身走了，真身会藏在哪儿呢？灯下黑，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唐叔叔，我建议以家庭常住地址为中心，辐射范围3公里内。那你是依据什么分析的？人性的弱点。好一个人性的弱点！
以丁福珍的家庭常住地址为中心，辐射范围5公里内，务必掘地3尺，给我一个一个的查。还有一件事，唐叔叔，今晚妍妍小姐的事情不是意外，她的车子一直在被人跟踪，我救下她之后，那些人冲上来就要动手，所以我怀疑他们是想让车子失控冲进江里，让妍妍小姐被水淹死。刚才我担心妍妍害怕，所以没说。你见到那群人了吗？见到了，还交上手了，但是当时情况紧急，我必须救人要紧，所以没能抓到他们。我知道了，回头一定来家里，你的电话也给我一下，我安排好时间联系你。我随即掏出手机，打通名片上的电话。临江市公安局吗？我是省委汤丰年，马上彻查今天晚上明月桥发生的车祸，以及过往的所有车辆人员信息，务必查个水落石出。要快，我警告你，不要贻误战机。等唐丰年挂断电话，我便向唐丰年告辞，毕竟现在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第二天一大早，工作群就收到了天大的内部新闻。昨天夜里，时任临江市副市长的丁福珍，在一家小宾馆里面被当场抓捕归案。唐丰年得到这消息的时候，人都是震惊的。唐书记，您真是料事如神啊！这个丁福珍居然搞了个假身份，让替身假装乘坐航班逃离，真身还在灯下黑。如果不是您的提醒，我们的追查方向都直接被这个混蛋给误导了。料事如神的不是我，唐书记，不是您，那是谁啊？你还记得昨天晚上救了我女儿的那个小杨吗？唐书记这么说的话，这小子是个人才啊。不错，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深谙人心，分析得很是透彻。我们这些人干了半辈子，却恰恰忽略了灯下黑这回事儿。唐书记、齐厅长，我来汇报一下昨晚明月桥车祸案的具体情况。2辆轿车一直在跟踪唐雪妍小姐的车辆，而且经过我们对肇事车辆的勘查和技术分析，车子被动过手脚，车子动手脚的人以及车祸之后对雪妍小姐动手的人是同一批人。现在人已经抓到，只是这群人伤得很重，其中2个人被打断了肋骨，1个人被打断了锁骨，还有1个人伤得最重，颅骨都被砸烂了。现在人已经昏迷状态，否则我们也不可能这么顺利地将他们一网打尽。什么？一共几个人？2辆车一共6个人，重伤了5个，还有1个是司机，当时根本没下车。也就是说，动手的是那个杨建？大概是的，他这么能打，一个交警以1打5能把对面的人全都打成重伤，他自己却跟没事人一样，这不符合常理啊！7位赵东，你们2个能1打5吗？实事求是的回答。唐书记，正常情况下可以，但是碰上亡命徒的话，说实话，真未必有这个本事。所以说我们碰上好苗子了。赵局长，你去一趟辉明县交警支队3大队，调查一下这个杨建的履历，亲自送到我这里来。虽然说交警也是警，但是他真有这样的本事，放在一个交警支队可惜了。与此同时，我昨晚美美的睡了一觉，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命运齿轮即将转动，于是一大早神清气爽的去上班。刚到支队，我就被同事兼死党赵虎给拉到办公室。听说了吗？天塌了！你女朋友苏晴昨天晚上查酒驾时候查到了一个大人物，现在咱们整个3大队都乱作一团，队长已经去找分局长汇报工作。什么大人物？正常情况下，对方亮了工作证后就能走了。说来也是奇怪，苏晴昨晚怎么那么决绝，硬气得很，偏偏不让走，就跟疯了一样，拦都拦不住。现在已经录入系统了，天大的篓子是福是祸还真说不清。奇怪了，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我害怕什么？出了这种事，一旦玩脱了，可是要被发配去守水库的。咱们出身普通，能考上的编制不容易。我们2个昨天已经正式分手了，所以他遇到任何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今天早上见到苏晴了，她非但一点不紧张，反而还很高兴的样子，就好像是遇见了什么喜事一样。你说怪不怪？别八卦了，跟咱也没啥关系，好好工作就是了。我这不是怕你被分手了走不出来吗？哥们儿当场就走出来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刚到食堂就有人指指点点，定神一看才知道，食堂门口停了一辆崭新的跑车，一个年轻帅气的男子站在那里。苏晴看到之后直接就扑了过去，我仔细一看，果然又是和前世一样，前脚刚和自己分手，苏晴后脚就官宣了和辉明县县府办副主任张康的恋情。但是让我想不通的是，苏晴既然也重生了，他就应该知道前世张康的父亲纪委书记张树生会被双规，锒铛入狱。杨健，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张康。康哥，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大学时候死缠烂打的追求了我3年，我都没答应他。这就是你前男友啊？
小伙挺精神的，叫什么名字？你小子犯了什么事？心里有数没？怎么突然这么紧张啊，江队？我没犯事啊。市局刚才来人了，二话不说，把你的资料全都带走了。按照我的经验，这种情况要么是要下去，要么是要进去。你小子80%是要完蛋了。昨晚单位公车被你撞成那样，出车祸了吧？你最好跟我老实交代，有没有酒驾或者是别的什么情况？我警告你呀，端上的铁饭碗不容易，别自己给自己碗搞砸了。你现在老老实实告诉我，我或许还有为你辩解的余地。听到这话的我不仅不害怕，还心中狂喜，因为我知道唐中年开始行动了。江雷平时对我非常照顾，只是前世江雷在升任县交通局副局长不到2个月，就背了一个大锅。当入狱这一事，我绝不允许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真没有，江队，昨晚的确是出了点剐蹭，但是唐叔叔说过会来找你解释的。哪里的唐叔叔？我可没见到任何当事人来找我解释。就在这时，江雷的电话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电话就匆匆离开了。看他神情肃穆的样子，大概是接到了大人物的电话。同一时间，市局赵东已经带着我的资料到了省委唐丰年的办公室。唐书记，你判断的没错，这小子的履历非常亮眼。他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全靠社会资助上的大学，然后从大学里面进的部队。等大4退伍后开始备战考公，当年获编上岸，军旅生涯的成绩也非常亮眼，军事素质极强，立过个人2等功3次，集体2等功2次。这样的人才，如果放在我们市局的话，我大概能直接给他提副科级，另外再给他安排到行政职务上，直接给予提拔和重用。打住，别说话，跟唱戏一样。你小子的如意算盘打得真响啊！我让你去调取他的履历，不是为了给你挑人才的，我是给自己用的，没你的份。唐书记，我也就是这么一说。赵东是唐丰年曾经的门生子弟，工作的时候称职务，私下里都叫老师的，所以平时在私下场合说句玩笑话也是常有的。我这个人怎么用，我自有安排。昨晚对妍妍下手的人，幕后主使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还是和盛集团搞的鬼。又是他们。这个企业盘踞临江太久了，巧取豪夺，侵吞资产，为非作歹和违法事实令人发指。可是背后的靠山究竟是谁？我们居然至今都不清楚。现如今，他们居然对我下手了。既然如此，我看我们也没必要继续等了。赵东，我命令你近期组织一场斩首行动，把和盛集团所有涉嫌违法犯罪的生意全部给打击掉，涉及到涉黑涉污行为的统统一网打尽，动作要快。好的，唐书记，我立刻组织抓捕预案，将涉及此次谋杀行为的所有人统统干掉。预案出来之前，我找您具体汇报。可以。另外，杨健这个人，我自有安排。唐书记，那我就先走了。妍妍，怎么这个时候给爸爸打电话？爸，你打算什么时候请杨健到家里来吃饭？我还没好好感谢人家呢。另外，我手上有他落在医院的一件东西，正好借此机会还给他。爸爸这不是考虑着让你这个当事人当面感谢人家，等你出院再安排吃饭。我今天上午就出院了，也没啥大事。再说了，我也是当干部的人，哪有那么脆弱？行，那就今晚吧。你给你妈打个电话，然后我来约一下杨健，怎么样？好的，爸爸，那就这么说定了。你晚上早点回来。没问题。唐雪妍今天早上出院的时候，在病床上发现一个墨绿色的平安扣，上面还镌刻着一个杨字，一猜就知道是我掉落的。正好，他打算借此机会还给我。对于我来说，这平安扣关乎着自己的身世，意义重大。前世哪怕我做到副市长，都没能查出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乃是一生的遗憾。干完今天的工作后，我正打算去公车上找平安扣，没想到冤家路窄，刚好在停车场碰上了张康和苏晴。此时的张康正和江队交谈着什么。我说江队，你们支队的车子怎么被剐蹭成这样？谁搞的？是队里的一个队员不小心剐蹭了，已经走程序报修了。是你们队里一个叫杨健的人搞出来的吧？出事的时候是执行公务还是在公车私用？张康纯属是故意的，目的是找存在感，在苏晴面前装一把，所以张康丝毫没有在意姜维的面子。就在这时，我走了过来，而张康看到我，则更加变本加厉。我告诉你，江队长，公车私用还出了事，导致公车受损，这种行为是要坚决予以打击的违纪行为。
不管涉及到谁，都需要个人承担责任，而不是损公肥私，让队里的公款去报销。杨健，你当着你队长的面跟我解释解释，你开着这辆车干什么去了？为什么剐蹭？又是谁给你的权利在队里报修的？你把交警支队当你自己家了？可不等我说话，一旁的江雷实在是搂不住火。这辆车子该如何走报修程序，是我们3大队内部的事。杨健同志用车是不是公务，涉及到很多大队内的工作安排。根据保密条例，我们还轮不到向你解释。张主任如果对这件事有意见，或者有什么建议，你可以去廉政办反映。您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吗，张主任？江雷毕竟在体制内多年了，你张康才吃了几天白米饭，几句话瞬间把张康噎得面红耳赤，说不出话来。江雷乘胜追击，把目光转向苏晴。苏晴，现在是工作时间，你手头工作都结束了吗？半小时后把你上个季度的工作日志交到我办公室。听到这话的苏晴面红耳赤，却是一句诡辩都说不出来。张康则是脸色铁青地说道：江队，我也没别的意思。还不等他接着往下说，江雷则是直转身走人，一点面子没给他留。江雷走了，他便把怒火撒到了我身上。你小子，看来跟你们队长关系搞得不错啊，你给他送礼了？我有没有送礼不知道，但是纪委书记张树生，也就是你亲爹，有没有行贿受贿？天下可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说什么？你在胡说八道，你信不信老子揍你？别激动嘛，张主任，我有没有胡说八道？要不然回去问问张书记。临江市天宇地产集团的老总田鹏宇这几天应该没少往你家里去吧？一张银行卡整整160万现金。此话一出，张康脸色巨变，心想这小子怎么会知道这种事，连具体数字都知道。他区一个交警，居然知道这种情况。事实上，我的确说对了。地产老总田鹏宇这几天都快住在他家了。张康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杨健，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有时候胡说八道会出事的。呵呵，张主任说的对，我也就是随口一说，您别放在心上。张康顿时气急败坏，眼看着我大摇大摆的扬长而去，下意识握紧拳头。而此时的我刚回到办公室，手机就响了起来，看到来电号码，顿时狂喜，正是唐丰年的电话。唐叔叔你好，我是杨健。小杨啊，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时间安排的怎么样？没问题的，唐叔叔，我一定准时到。好，那就晚上6点，地址在紫树庄园2栋，你直接过来就行。没问题，唐叔叔。傍晚5点半，我简单买了点补品和礼物赶过去。庄园里都是独栋，大门口都是武警站岗，森严无比。刚进门，我就把礼物送给了唐丰年。唐丰年从不收任何人的任何东西，独独我带来的礼物，他收下了。厨房里做饭的柳凤仪都觉得诧异万分。看来老唐是真看好这个小杨啊。懂得围棋吗？略懂一点。唐丰年最喜围棋，前世我为了抱大腿也报过专业的课程班。唐丰年叫自己去下棋，必然是以棋局观察自己。我有信心对症下药，我很快就展现出了高超的逻辑思维和缜密的心思来。唐丰年是越看越高兴，这个年轻人果然是个好苗子，把这样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送到自己的面前来，那么自己的有些布局就可以徐徐展开了。不多时，唐雪岩也回来了，一顿饭色香味俱全，大家吃的都很开心。席间3人共同举杯，对我的救命之恩表示感谢，甚至唐丰年也喝了一杯酒以表感谢，这让我受宠若惊得很。吃完饭之后，唐丰年十分认真地把我叫到了书房里去。杨健，我现在跟你的谈话十分严肃，你给我听好了。通过这段时间对你的考察和了解，你是个不错的好苗子，把你放在交警支队屈才了。不屈才的，唐叔叔，不管什么岗位都是为人民服务。少来了，你叫我一声唐叔叔，咱们就是自己人，在我面前就别唱高调。我是故意暴露年轻青涩感才说出来这句话的，要不然显得太睿智，难免让人起疑心。你们惠民县几天之后会空降一个县长过去，主抓经济和招商引资问题，发展百强县。我打算亲自下令，调任你到惠民县政府做县长助理和代县政府办公室主任。职务先空降县长一部，抵达惠民县了解情况，做好前期工作，随时准备配合新县长的工作。能接受吗？我瞪大了眼睛，哪怕重活一世，这进步都实在是太快太稳健了。从一个交警支队的队员直接去做县长秘书和代办公室主任，直接提拔到副科级，就算是拥有前世经验，我也是震惊无比。而且看得出来，唐丰年是打算让自己给空降县长做秘书，至于代主任，完全是为了给自己增加权力，
以便工作更好的展开。我这个打算你有什么想法，现在就给我说出来。我大脑飞速旋转，如果是普通人，肯定认为这是唐丰年看好自己，要提拔自己，或者说是感谢自己救了他女儿，用来偿还救命之恩的想法，自是表忠心，或者是说一些有的没的官话。如今的我却是心思缜密，一下子就嗅到了拉帮结派的味道。自己去做县长助理和代主任不重要，给谁做县长助理才重要。唐丰年肯定是早就想好了，要空降辉明县一位县长。他挑选自己是给他的县长谋选一个得力干将做助手，好协助一些特殊的工作之用，这才是真正目的。既然有了这个判断，我自然能够对症下药。唐叔，我虽然没做过助理和主任，但是我知道为领导工作分忧，保持机动地位，全面配合顶头上级的工作和想法。明白的要执行，不明白的也要执行。简单几句话，恰恰扣准了唐丰年内心的主题。从表情上看，唐丰年显然十分满意。好，回答得非常好。你明天就去辉明县委组织部报道，会有人带你去县政府交接工作。是，唐叔叔，我能不能问一下，半个月后辉明县的空降县长是什么人？这个问题我先给你留一个谜底，等到时候你就知道。行了，正事谈完了，咱们再出去杀一盘。你小子这么年轻，围棋居然下得这么好，哈哈，只要唐叔叔喜欢，以后您想下棋的时候，随时给我打电话。哈哈，好。二人到客厅，贤妻良母的柳凤仪已经把刚才的饭菜全部收拾干净，客厅也打扫了一遍。爸，你们还要下棋？我还有事跟杨大哥说呢。稍等一下，妍妍，刚才我居然输给了小杨了，这样不行啊，必须再下一盘。唐雪妍无语，心说还没见过老爹什么时候对一个年轻人这么喜欢呢。柳凤仪也是苦笑一声，你爸呀，这是爱才。很快，围棋开始，两人刚你来我往的把架势拉开。忽然间传来了敲门声，唐书记，是我，赵东，临江市公安局赵东。唐丰年立刻放下了围棋，进来吧。进门口看到我居然在唐书记家里，赵东有些意外，却也不意外，只是没想到进度居然会这么快，而且居然已经开始下棋了。这小子够聪明，居然懂得投其所好。唐书记，有工作要汇报，您看。我听出了弦外之音，立刻起身。唐书记，那要不然我就先走了。不用，都是自己人。赵东，你就直接说吧。赵东更加震惊，都已经是自己人了。行，唐书记，按照您的指示，斩首行动抓捕余案已经做好了，您过目一下。我把这场行动命名为1209行动，如果没问题的话，今夜凌晨2点将会实施突击抓捕，伤害妍妍的人一个都不会放过，我保证全部落网。唐丰年开始看行动书面化的预案，我则是咯噔一下，1209行动，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呢？好像是有深刻印象一样。忽然间，我脑袋灵光一闪，想起来了，前世正是这个1209行动，让临江市局损失了一位厅局级的人物，在行动中刚好碰上了抓捕对象，涉及更严重的粉末犯罪，这直接导致了犯罪分子的狗急跳墙，局长身中8枪，当场壮烈牺牲。死的这位局长大概就是赵东。后世的我也是在做到了副市长之后才知道这回事的，所以印象深刻。想及此处，我忍不住抬头看了这位市局局长一眼。几个小时之后他就要死了吗？太可惜了。我既然是唐丰年的人，自己重活一世，也已经和唐丰年站在了同一战线，那么怎么能让他死呢？更何况公安口这么重要的位置，绝对不能丢。这边唐丰年已经将行动预案看得差不多了，准备得很充分，我看可以行动。好的，唐书记，那您签字吧。签好字之后，赵东准备告辞，着手准备今晚的突击行动。等一下，赵局长。怎么了，杨健？你有什么事？我想了一下，委婉道：今晚的行动让兄弟们准备充分一点，尤其是你，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防弹衣子弹都要多准备点。赵东被这么冷冰的一说，心里也是震惊了一下。什么意思？你小子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我想了想，解释说：你一个堂堂局长亲自参与行动，实在是临江老百姓的福气。作为临江的百姓，我发自内心的提醒你，注意安全，平安凯旋。赵东忍不住乐了起来。你小子情商不错，好，我记住你的话了，会小心的。唐丰年也是大笑了一声。来，继续把这盘围棋杀完。好的，唐叔叔。半个多小时后，唐丰年还是输掉了。厉害，看来不服输不行了，终究是老了。哪有，唐叔叔，您让了我好几次。妍妍，唐丰年叫了女儿一声。你不是有话要跟小杨说吗？你们年轻人聊聊吧。刚好我还有点公务要处理。刚好唐丰年要办公，柳凤仪也要开始在客厅练瑜伽，两人就出了门，边走边聊。
唐雪岩年轻漂亮，两人走在一起却是毫无生疏之感，毕竟也算是过命的交情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小情侣出来压马路呢。我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机会。我发誓必须要把唐雪岩追到手。这样的机会如果自己把握不住，简直对不起老天爷给自己的重生机会。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落在我车上的？唐雪岩拿出了墨绿色的吊坠。我的天，居然在你这里！是不是2天找不到，着急的不行？唐雪岩像是可爱的小猫咪一样憨态可掬。谢谢妍妍，太感谢你了。这东西我还真以为丢了，这几天都快把我着急死了。谢什么？要谢也是我谢你才对。如果不是你救我，这东西也不会丢。说真的，这2天我一直有劫后余生的感觉。要不是你，我真的不敢想后果会是多么的严重。我灵机一动，我带你去放松一下，给你点惊喜，放松一下神经，你看怎么样？惊喜算了吧，从小到大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惊喜。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花世界惊喜的东西可太多了，你这样的大小姐就是憋在深宫大院里太久了才会这样。我必须再一次解救你。我说话时候故作夸张的扮了个鬼脸，这一动作直接逗得唐雪岩捧腹大笑。真的吗？你确定有好玩的？唐雪岩美眸闪烁着，我拥有前世半生的经验，我太明白了，追求这样出身尊贵的女孩简直不要太简单。两人很快来到了一个普通百姓疯玩的游乐场，玩了一晚上之后，我本以为可以直接拿下万，没想到唐雪岩原来什么都知道，却一直在配合演戏。尴尬的把唐雪岩送回家后，我也离开了。回去的路上，我不得不冷静思考唐雪岩的智慧和本领。生在省委副书记家庭的独女，这一晚我睡得很沉，很开心。第2天大一早，我的房门直接被敲响，打开门一看，居然是穿着便衣的赵东，还是惺忪睡眼呢。我受宠若惊，同时也震惊。震惊的是，赵东没有死在昨晚的行动中，这也就意味着他的命运让自己一手改变了。那么未来，赵东必将成为自己的至交好友。快请进，快请进，赵局长，昨晚怎么样？行动顺利吗？我给您倒杯水。杨健，你就是我和我所有队友的救命恩人。怎么了，赵局？怎么会这么说？杨健同志，有些行动细节案件还在侦办之中，我没办法跟你说的太详细。我能告诉你的是，昨晚出大事了。幸亏行动之前有了你的提醒，我让所有兄弟们弹夹装满，防弹衣必须穿上。果不其然，行动中遇到一些亡命徒，开枪跟我们火拼了。赵东满脸认真，哪怕现在说起来，赵东还是一阵阵后怕。昨天晚上如果不是我的提醒，还像往常一样的话，至少要死10几个人，包括他在内。有了我的提醒，非但没有光荣，而且集体1等功直接砸在了脑门上。这也是为什么赵东不顾一夜未眠的皮，一大早就要当面感谢我，这可是救命之恩，再造之功啊！我无所谓的摆摆手，就为这事儿啊，赵局您太严重了，你们是吉人自有天相。再说，我只是随口提醒一句吧。不管你是不是随口提醒，我的命是从你这来的。赵东深深鞠了一躬，我也是长出口气。所以，赵局，一切行动中安全都必须是第一位的。是的，林兄弟，我冒昧问一句，唐书记打算安排你做什么职务？说是辉明县要空降一个县长，让我去做县长秘书。高升了以后打算怎么干？为还不知道姓甚名谁的空降县长肝脑涂地。我笑道。此话一出，赵东忍不住大笑起来。你小子真是聪明的让人嫉妒，你能理解到这一层，证明唐书记没有看错人。只是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林兄弟，辉明县是个特殊地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唐书记提拔你是真心的，但是这个职务对你将会是一个巨大的考验，遇到事情一定要跟新县长配合好，小心小心。这话若不是赵东已经把我当兄弟，官场上是绝对不会说这么多的。事实上，辉明县的情况多么复杂，我当然知道。土皇帝做书记，土皇帝的小弟做副书记，连续3任县长倒在任上，可见县委书记土皇帝张成功排除异己的力度和手段何等狠辣。谢谢赵哥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好。回头在任上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随时给我打电话。辉明县公安局局长廖长勇也是我带出来的徒弟，回头我带你认识认识。那就太谢谢了，咱们俩就别谢来谢去的了，我局里还有事，先走一步。好，送送你。重活一世，我实在是太稳健了。如今还没有走马上任，人脉关系已经上至省委副书记，下至省厅市局等暴力机关的一把手，何愁这辈子不能权势滔天？
而苏晴这边就难受多了。让苏晴不解的是，这已经3天时间过去了，按照前世的进度，热心网友应该已经要公布自己刚正不阿查酒驾的视频了，舆论立刻倒向自己这一边，而自己也将会被迅速的从交警支队3大队调走，直接去县府任职的。就在这时，苏晴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拿起来一看，居然是张康。喂，康哥。苏晴，我们恐怕没办法办理结婚证。啥？不能办结婚证了？怎么回事？康哥，我都已经是你的人了。知道，我知道，你别激动啊，实在是情况特殊，因为出事了，电话里不方便说，我现在就去找你吧，你在酒店等我。张康说完，赶紧挂断了电话。苏晴气得啪的一声，把手机给摔在了地板上。张康很快来到了酒店。苏晴，真不是我故意骗你的，可是我家老爷子说了，最近风声太紧张了，我们家必须要老实一段时间了。为什么？张康，我不是什么聪明女人，你现在这么搞，我只会觉得你是在骗我的身子。不是的，不是的，苏晴，你听我解释啊。张康显然已经被拿捏得死死的了。之前我不是跟你说了，老爷子正在运作我当县府办主任吗？现在上面突然下了调令，传出来消息，有一位县长秘书要过来，同时兼任县府办公室主任。不可能吧？苏晴大吃一惊，县长职务都还在空缺，秘书先来了，还身兼多职，把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也抢了。所以啊，这太反常了。张康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家老爷子说，上面可能要动一动辉明县了。这段时间从省里到市里出事太多人了，你也知道，丁富珍都已经被抓了，我们必须要收敛一点，重新判断一下形势了。张康握着苏晴那白嫩的小手，所以苏晴，不仅是我们结婚要搁置，我的县府办主任也要搁置，你一定要理解一下。苏晴心都累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和前世不一样，甚至张康这边出岔子，她都不那么着急，真正着急的是查酒驾，是命运的齿轮，好像卡死了一样，简直是一动不动。苏晴，今天新办公室主任去报道，我也必须去欢迎一下领导，正好我也很感兴趣，想要看看这个新县府办主任究竟是何方神圣。那行吧。苏晴现在已经没有耐心哄这个废物了。此时的惠民县县政府大院上午10点钟，市委组织部的人带着吊函和我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虽说一个办公室主任还是带职务，级别也不高，县委的领导是不需要来接人的，可是我这个带主任的头衔上面还有一个县长助理的帽子扣着，所以县委书记张成功虽然没来，县委副书记潘红兵确实来了。你好，潘书记，我是市委组织部红豆。你好，你好，洪部长，这是杨建同志的调函，请县委和县政府给杨建同志办理职务交接手续。之后双方又说了一些官场的话，一切就准备就绪了。我则是由县委办公室主任段兵带到了县府办主任办公室。真是没想到，杨主任居然这么年轻，而且市里出事太多人了，你也知道，丁富珍都已经被抓了，我们必须要收敛一点，重新判断一下形势了。张康握着苏晴那白嫩的小手，所以苏晴，不仅是我们结婚要搁置，我的县府办主任也要搁置，你一定要理解一下。苏晴心都累了，她不明白为什么会和前世不一样，甚至张康这边出岔子，她都不那么着急，真正着急的是查酒驾，是命运的齿轮，好像卡死了一样，简直是一动不动。苏晴，今天新办公室主任去报道，我也必须去欢迎一下领导，正好我也很感兴趣，想要看看这个新县府办主任究竟是何方神圣。那行吧。苏晴现在已经没有耐心哄这个废物了。此时的惠民县县政府大院上午10点钟，市委组织部的人带着吊函和我一起来到了县委组织部。虽说一个办公室主任还是带职务，级别也不高，县委的领导是不需要来接人的，可是我这个带主任的头衔上面还有一个县长助理的帽子扣着，所以县委书记张成功虽然没来，县委副书记潘红兵确实来了。你好，潘书记，我是市委组织部红豆。你好，你好，洪部长，这是杨建同志的调函，请县委和县政府给杨建同志办理职务交接手续。之后双方又说了一些官场的话，一切就准备就绪了。我则是由县委办公室主任段兵带到了县府办主任办公室。真是没想到，杨主任居然这么年轻，而且从交警大队直接调任副科职级，正科待遇真是让人羡慕啊。官场上听话听音，尤其有了职级的人长了毛，个个都是猴精，这是想旁敲侧击的打听我后台呢。我苦笑一声，我的后台我他妈自己都不知道是谁，县长还没来，我这个当秘书的先来了，我能有啥后台？倒是段兵此举主动暴露了他在替人打探消息的事实。都是组织的安排，我只是服从安排嘛。段主任，谢谢你带我过来，辛苦你了。见打探不到什么消息，段兵也没有用力过猛。杨主任，等会儿下面的人会来跟你具体交接和汇报工作，你需要什么材料和有什么问题的话，去秘书科找肖红叶同志，他会全面配合你的工作。谢谢段主任。不客气。另外，今晚或者明晚县委的潘副书记会给你准备接风晚宴，你熟悉完工作后安排一下时间。谢谢。送走了段兵后，我这才注意到办公桌上厚厚的资料已经堆成了小山，文件都是最近1-2天打印出来的，有的墨点都还热乎着，只是没人来跟自己交代，也没有任何协调，显然是有人专门给自己准备的。看来我人还没到，就已经有人想要整我了。我自嘲地笑了下，简单看了一下，
是各种县政府的文件，有修桥补路的，还有农业综合开发的，许许多多繁杂的资料审定之类的工作。看来自己这个马前卒的工作不太好开展，但是我并不害怕重活一世。我能深刻领会唐丰年的意思，那就在新县长来之前，给新县长送上一份大礼包，背靠前世记忆，挖出一个处级干部来开刀。对于我来说太容易了。就在这时，我的办公室门被敲响了。你好，杨主任，我是秘书处的萧红叶。看到这个萧红叶，我忍不住眼前一亮，他就是27、8岁的年纪，当秘书真是恰如其分。杨主任居然是这么年轻的大帅哥，看来以后我有福了。听到这话，我忍不住一愣，勾引的这么明显吗？县委副书记潘红兵，办公室段兵来汇报工作。段兵打听出什么了吗？这小子什么来头？什么都没说，还挺缜密的，有点水平但不多，而且年纪太小了，风风火火的来了个马前卒，我还以为是什么老鸟呢。呵呵，工作都安排下去了吗？我已经让萧红叶去跟他对接了，上个季度所有的坏账烂账全都堆给了县府办。他既然是代主任，那些签字批准理应他来做。你说他会老实跳坑吗？当然不会那么老实，不过萧红叶在秘书一科当了8年的副科长了，对付他这么一个生瓜蛋子还不是轻而易举。哈哈哈，说得好。潘红兵吐了一口烟圈，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小子要么签字背锅，要么知难而退。我估计他要是聪明点，在他的新县长来之前，他就该卷铺盖滚蛋。另外，张书记也是这个意思，新县长来之前，主动也好，被动也罢，让他滚蛋。段兵也是点点头，必然的。潘书记只是可怜了这个小家伙，还以为自己高升了，结果屁股还没命热就要下岗了，死的是真惨。算起来，他应该是寿命最短的县府办主任了。他死不死不重要。让新县长知道他的马前卒在辉明县的地界上到任即下马才重要。段兵没再说什么，因为这种事在官场上再正常不过了。自己一路从小科员爬到县委办主任的位置上，连自己老婆都豁出去不知道多少次了。对了，段兵，这个新县长什么身份还没打探出来吗？张书记那边可挺着急的，一直在问我。还是没打听出来。保密工作实在是做得太好了，不过你放心，潘书记，我一定发动人脉，拼尽全力。好，我们也不是非要提前知道，只是以后都是一个班子的同志嘛，提前了解一点，总归是能够更好的协调工作。我明白的，潘书记，我知道该怎么做。与此同时，重活一世我太明白了，官场上除了裙带关系和门生关系相对稳定之外，其他的人没有朋友，全是敌人。所以对这个骚骚的秘书一科科长萧红叶，我也只是浅尝辄止，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萧秘书真会说话，当面夸人帅，真是让人无法反驳。人家说的都是实话吗？咱们县府办可很多年，没见过这么年轻帅气的领导。谢谢萧秘书，这些文件都是怎么回事？3两句玩笑话说完，我直奔主题。我刚才已经简单看了一下，涉及县管干部的取暖费、冬季交通补贴的这些小事，居然都没有人签字。冬季都特么快过完了，这些费用都没核算下去。副主任是干什么吃的？如果县长和县府办主任空缺3年，这些钱就要压在县财政3年不发下去。我直接转移话题，开始工作。这倒是让萧红叶意外了一下，难不成遇到了个工作狂？是这样的，因为县长和县府办主任空缺很久了，所以文件有些积压。您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十分着急的，还有一大部分我们秘书科正在整理呢。是吗？这还只是一小部分啊。那能者多劳嘛。主任，您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或者需要我来协调配合的，随时问我就行。你先把县府办主要人员资料给我一份吧，我看一下同事们的信息。行的，这些文件都蛮着急的，您抓紧时间签字。好的，嘴上答应着，我却并不为所动。办公留痕和台账听起来只是工作复杂繁琐，实际上可太严重了。谁签字谁负责，谁落款谁督办，字可不是乱签的。很快萧红叶离开又回来，这是县府办班子成员的资料了，杨主任。放在桌子上，你出去吧。另外召集所有同志来开个会，我们内部见个面。不可以吗？不是不可以，只是有一部分出去外勤了，不全都在办公室，所以有多少人就叫过来多少人吧。我一边翻看资料，瞬间就看到了个刺眼的名字，县府办副主任张康。哎呦我去，居然把这个小娘养的给忘了。前世这小子就是县府办副主任，这一世也是，只是这种杂毛小厮我并未放在心上吧。没想到自己来当了代主任，副主任居然是他，这不正好是专业对口吗？肖秘书，你联系